目前公认的欧洲大陆尽头是挪威的北角，而有记载的第一位从陆路到达这片台地的是17世纪的一位意大利神父 Francesco Negri。彼时彼刻，他说 Iara Yamatte Nordkap, at the edge of Finnmark, and Idare say the very edge of the world。举目四顾，沧海无涯。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这无疑就是世界的尽头。那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去这个北欧的天涯海角一探究竟。我刚肿了好大一个包，这边拉普兰的蚊子太猛了，头变得尖尖的。我们的剧情紧跟上集，在挪威的边境小镇休整一夜后，易贝散咖开启新一天的旅途。今天的任务非常重啊，我们要先开车4个小时到北角，然后再开大概3个多小时到 Hammerfest。今天是个任务艰巨的一天。这表明我们在北角最多只有2-3个小时的时间。没办法，北角周边的小村住宿太贵了，只好舍近求远。交个小票吧，保险一点。况且，对于我们这种不习惯看山路的从新司机，路上花的时间只会比导航算出来的时间更久。在北极圈里，与天气一样不可预测的，还有随时可能成群出现在路上的驯鹿。在挪威自驾游，边长驾远是对游客身体上的折磨，不过沿途秀丽的风光，也是挪威对游客心灵上的补偿。过来休息一下，开得太累了。坐这里喝杯咖啡也不错，虽然现在在下雨，但是在这种风景下，我对下雨也没有那么厌烦。中午没有时间吃饭了，路上就吃点干面包，往北角出发。波光粼粼的海面。等着我们的是另外一个隧道，这里就是传说中那个7公里的隧道，无底洞啊！根据我耳膜的感受，这个隧道的海拔一直在往下降，这应该是个海底隧道。I don't know if it's a motorbike or is it a bike? What is it? Do people take it over? Yeah, it's a bike. 老兄，你腿力好强啊！隧道里是粗的。世界尽头的海洋，在那边就是。在世界的尽头也能看到驯鹿呀。世界的尽头也是要收停车费的。这就是世界的尽头啊！风太大了，可以进去躲一下。在世界尽头，你但凡想进这里唯一一座建筑里面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必须在这里买个门票。先在这里休整一下，过一下就要出去经受暴风的考验。虽然这里是世界的尽头，但是在2战时期呢，这片北角外的海域呢，也发生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海上战役。在1943年这个2战的分水岭，德国的纳粹主力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在圣诞节这天从挪威北部的港口出发，前往北极海域搜索并偷袭同盟国向苏联运输战略物资的船队。但因为情报泄露，在26号这天被有备而来的盟军护航队英国皇家海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基业下几经周旋，最终击沉。从此以后，德军失去了对北极海域的控制权，这条北极航线也变得相对安全。虽然这并不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役，但是也往当时纳粹这头不堪重负的骆驼背上添了一把新鲜的稻草，间接地挫败了德军纳粹。
这一天，北角的风速在10到14米每秒，相当于6到7级大风。这绝不是一个飞无人机的好日子，但来都来了，不飞一把一定会抱憾终生。今天的风太大了，我们去就回。Do you want me to take pictures? Press this one. This one? Yea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人在地面已经站立困难，想必在空中的飞机光是对抗疾风就已经竭尽全力了。虽然完全无法按照预想中的路线飞行，但有航拍总比没有强，对吧？哦，我们进去就我的飞机经受住了考验，我天哪！它回来了，我已经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它回不来。赶快到这边这个叫什么世界的孩子雕像这边打卡。我们等一下还有4个小时就要开，必须要速战速决。3、2、1，等一下，等后面的人过去。3、2、1，好，看我这边。3、2、1，来，赶快！3、2、1，好，后面 ，Go！ 这算打卡成功了吧？好了，现在回去了。这边还有很多。这边还有很多游客搭的这个石头塔，这边也有。这些石头塔怎么就不会倒呢？这个世界的孩子雕塑群源自一位挪威作家在1988年发起的一个公益活动，在全世界召集了7个不同国家的孩子来北角玩泥巴奥布队塑起了这7座雕塑。我注意到其中前苏联的孩子做了一只和平鸟来期盼世界和平。可如今时过境迁，看着现在前苏联的2个成员国仍在互掐。不知道现在大概已是不惑之年的安童应该作何感想？唉，沉重了，愿世界和平。其实北角的游客中心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可惜我们并没有时间全部探索一遍。这张地图就留给有缘人好好规划他们的行程吧，别学我们。最后上车之前，再远眺下这座石碑，用来纪念1873年在44岁的年纪从悬崖底下一路攀岩爬上这座300米高台地的瑞典与挪威的这位国王奥斯卡2世。回去的时候又经过了这个需要排队的隧道。你们记得点赞投币一键3连，我们接下来的旅途再见。这边是我们酒店的窗户，这边是拍岩石的风景，太屌了。